欢迎收听华瑞投银观点。单日暴跌 28%， 加上高达18亿5千万人民币的天价罚单突然落地，富途控股这家互联网券商巨头正在经历其诞生以来最为惊心动魄的监管风暴。大家是不是也注意到了这则震惊整个中概股和券商圈的重磅消息？有人在恐慌大喊，富途这次被重罚，彻底宣告了跨境互联网券商时代的终结，这绝对是最后的离场警报。但与此同时，也有敏锐的机构资金在默默逆向加码，认为这高达18亿5千万的罚款反而是富途迎来利空出尽的史诗级大转机。这究竟是一场将富途彻底击垮的毁灭性重击，还是全球资本在迷雾散去后重新给予富途高估值的黄金起点？今天我们不带情绪，也不做主观猜测，直接为大家拆解摩根大通发布的最新内部核心研究报告。这份报告底层透视了富途最真实的合规转型细节与财务数据。我们先来为大家梳理一下这份摩根大通报告所披露的核心结论。摩根大通研究团队指出，富途控股的股价在5月22日出现了 28% 的剧烈修正，表现远远逊于同期仅下跌 3% 的中国互联网指数 KWEB， 这反映出监管收紧大幅增加了富途的盈利风险。然而，摩根大通分析认为，富途随后宣布中国证监会拟对其处以18亿5千万人民币罚款的消息，实际上极大地消除了市场上最恐惧的盈利不确定性。与此同时，富途管理层迅速执行了1亿6千万美元的股份回购，强烈地向市场展示了管理层对公司未来的信心。因此，摩根大通研究团队不仅没有看淡富途，反而将富途到2026年12月底的目标价从先前的87美元重磅上调至了100美元，并维持了中性评级。这无疑向市场宣告，风暴最猛烈的时刻可能也正是转折的开始。现在我们就来逐一拆解摩根大通研究团队在报告中针对这场监管风暴披露的合规细节。在5月22日晚上，中国证监会等8个政府部门联合发布了非法跨境证券、期货、基金业务活动综合整治实施方案。这项方案的核心目标非常明确，就是彻底关闭非法的跨境证券业务，引导境内投资者通过合法渠道进行境外投资。方案为相关境外机构提供了长达2年的整改宽限期。在这2年的过渡期内，现有的内地存量客户将只被允许卖出其现有的持股并提取资金，而完全不允许进行任何新的买入投资。而在2年的整改期结束后，这些境外券商必须彻底关闭所有的内地存量客户业务。在这场重罚中，中国证监会已对富途控股处以18亿5千万人民币的罚款，并对富途创办人兼执行长李华个人处以125万人民币的罚款。摩根大通研究团队指出，18亿5千万人民币的罚金大约相当于2026年彭博市场共识下富途除税前利润的 13%， 或者相当于其总市值的 2%。这项处罚的实际金额其实处于市场先前预期区间的最低端，此前市场最悲观的预估甚至高达200亿人民币。这也是为什么这份天价罚单落地后，投资者的情绪反而转向乐观的主要原因。那么，这场整改对富途的财务表现究竟会造成多大的实质冲击？摩根大通研究团队在报告中给出了精确的财务计量。首先，在资金流出方面，摩根大通预计现有的内地客户将在未来2年内逐步从富途平台撤出资金，预计2年内累计的流出规模将达到约2000亿港元。作为对比，截至2025年底，富途平台上的客户总资产高达1兆2300亿港元，这意味着资金流出的总量仅占其总资产的约 16%， 流失速度在2年的过渡期中将是非常缓慢且可控的。其次，在交易活跃度方面，由于内地客户从第2季度开始就只能卖出不能买入，他们的交易换手率将会出现断崖式下跌。摩根大通预计，内地客户的交易量萎缩将在第3季度对富途的佣金收入造成最直接的重击。为了充分反映整改政策与罚金的影响，摩根大通将富途2026年至2028年的预测净利润分别下调了 25%、24% 以及 24%。同时，富途将在2026年下半年正式计提这笔18亿5千万人民币的罚款。然而，这也引出了一个非常关键的估值模型求证。摩根大通研究团队指出，
未来的2年里，富途的猎豹净利润将会因为内地业务的萎缩以及一次性罚金而出现扭曲，因此投资者将会把焦点完全转移到富途的正常化利润上，也就是完全剔除内地客户贡献，同时剔除一次性罚款影响后的真实盈利能力。根据摩根大通的测算，在假设内地业务完全归零且不考虑罚金影响的正常化模型下，富途的利润水平相较于目前将会下降约 28%， 但这也意味着富途在2026年的正常化非公认会计准则每股盈余依然高达 8.9 美元。正是基于这项正常化每股盈余，摩根大通将富途的交易估值倍数从先前的10倍市盈率上调至了11倍，从而将目标价调升至100美元。除了内地业务之外，富途在海外市场的真实基本面表现如何？摩根大通在报告中披露了其在5月21日至22日召开的全球中国峰会上与富途管理层交流的第一手运营数据。管理层表示，随着第2季度以来资本市场的显著回暖，富途的营运趋势已在第2季度期内实现了强劲复苏。在强劲的净资产流入以及2季度可观的市值回估推动下，预计第2季度客户总资产将迎来显著的环比反弹。管理层对于在2026年实现新增80万有资产客户的年度指引依然充满信心。同时，2026年的员工人数增长将控制在个位数中后期至10出头的水准。即使在2025年高基数的背景下，2026年的净利率依然有望保持同比稳定。在佣金与整体回报率方面，管理层预计佣金费率将保持大体稳定，并将通过2大途径来维持和扩大其收益。一是衍生品业务，尤其是美国市场的高渗透率以及香港结构性好转的短期限期钱权产品。2是加密货币业务，在加密货币领域，富途已成功获得了全牌照的虚拟资产交易平台牌照，目前正计划将客户从原本的合作平台逐步转移至富途自建的交易所。这项战略性部署将会成为公司未来新的盈利增长点。在海外市场布局上，管理层披露了核心市场的总体可寻址市场预估，香港约有300万至330万人，新加坡约有200万至240万人，马来西亚则约有200万人。目前，富途在成熟市场的优势地位极其稳固，在香港的用户份额高达 50%， 有资产账户份额约 30%， 在新加坡的用户份额同样达 50%， 有资产账户份额达 20%。 而在新兴的马来西亚市场，富途的有资产账户份额也已来到 10% 出头。管理层明确指出，马来西亚市场的运营进展极为顺利，预计将在未来6至12个月内实现盈亏平衡，随后将会开启下一个海外新市场的扩张。分析完这些令人眼花缭乱的持仓数据之后，我们必须探讨这些资金变动会如何影响未来的市场走向。华瑞认为，这场看似惨烈的监管处罚，本质上反而是富途进行历史性去内地化合规转型的关键起点。虽然内地业务在未来的彻底归零会让富途短期内经历约 28% 的正常化盈余下修，但市场先前在不确定性迷雾中给予富途极端压抑的10倍市盈率估值，已经完全定价了这一最坏情境。随着2年整改期的明确化，富途获得了极其宽裕的过渡时间，这意味着未来的盈利能见度不仅没有下降，反而因为规则的透明化而大幅提升。这将促使全球长线主动型资金重新评估富途的防御价值。同时，摩根大通认为，富途在香港高达 50% 的用户份额以及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的超预期增长，将会迅速填补内地客户流失的真空，特别是马来西亚有望在未来6到12个月内实现盈亏平衡。这说明富途的跨国互联网券商平台模式完全具备在不依赖内地市场的情况下实现自生性高速增长的能力。随着加密货币自建交易所的启动以及新市场的开辟，富途的海外资产占比将会迎来结构性的跃升，这在未来有希望推动公司的估值水平逐步向其5年历史均值的15倍市盈率进行回归。当然，在我们乐观看待利空出尽的同时，专业的研究报告也提醒我们必须防范未来的不确定性。摩根大通在报告中特别指出了3个核心的下行风险点。第一，中国科技股如果持续疲软，将会导致富途整体的交易量增长停滞不前。第二，数据安全法等法规在执行层面的不确定性依然是潜在的合规隐忧。第三，
如果香港银行同业拆息持续走低，将会对富途负债端中占比高达1/3的利息收入造成直接的下行压力。华瑞认为，富途这一次打断骨头连着筋的天价罚单落地，是中概金融板块近年来最为典型的一次利空出尽大转机。当最悲观的监管靴子终于落地，罚款金额又处于市场预期的下限，配合公司强力的回购行动，这已经为富途构筑了极其坚实的底部估值支撑。富途的未来已经不再是一家依赖政策灰色地带生存的跨境券商，而是一家真正走向全球合规，由多市场新兴增长点驱动的跨国金融科技龙头。作为理性的投资者，我们此时的核心策略不应是跟着市场恐慌性抛售，而应是密切关注富途在接下来几个季度中海外市场新增有资产账户的增长斜率，以及马来西亚盈亏平衡的进度。在危机中看清底层数据的流向，在不确定性消除的起点理性布局，才是我们在宏观变局中稳操胜券的财富密码。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观看，希望今天的内容对您有启发。如果您喜欢我们的内容，欢迎追踪华瑞。若您对加入华瑞有兴趣，或是想要与我们进一步联系，欢迎随时与我们联络。